眼前的老头是世上唯一的金丹期修真者，可在闭关100年后迷上了网络聊天，还认识了一个漂亮的大学校花柳飞烟，并且还和人家相约现实见面。可当女孩看到他的满头白发，整个人都懵了。大爷，您好意思说自己是00后？我真的是00后呀，没有骗你。少来这套，离我远点儿！没有骗你。啊！我要报警了！这位老先生，请出示一下证件。老头愣了愣，这东西他知道在民国时期的确有，紧接着就从衣服里摸出来了一张证件。警察看了看那东西都有点懵，这证件是双开的，封面为淡蓝色，怎么看都不是身份证，难道是什么退伍证？可仔细查看后发现，这竟然是大夏民国的身份照。老头名叫叶枫。你这是哪个古董地摊淘出来的？莫要装傻充愣，赶紧拿出来真的证件。这样的我没有，你们这照片做工不错。这么多年几次人口普查还能把你漏了？本就念在对方年事已高，可大爷这般不配合做法，是个人自然都会有情绪。70、80年之前，世道混乱，我便引入山中。我出生于1900年份，如今年已124岁，你可以自行看个分明吧。所以我是00后，有错吗？校花柳飞烟也望向叶枫，他曾经问过对方：你今年多大啊？是90后还是00后？90后和00后是什么意思？00年后生的就叫00后啊。那我也是00后了。王警官无奈失笑，好像这位老大爷并没讲错，感情整个事情是一场乌龙，这真是一位00后老者。不过等我去确认下吧。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120岁的00后老人，原来全因一场误会在其中。身高从来不是问题，年龄从来不是差距。和你试想100岁的年岁鸿沟。此时，王警官接到局长来电：小王，刚才发的图片，你可有留心看过上面的编号？008。老人家当年注册的可真早，你也不必过虑，时过境迁，江山易主。若非是这般贱况，这等人物我们想攀交情都轮不上。倘若是大夏新证件，此人仍能持有此般编号，那确实是个大神，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只要不得罪就好。你自己看着处理吧。知道了，局长，放心，我会处理好的。先生，你的证件没有问题。对了，年轻人，我有个儿子叫叶财山，不知道现在死了没？能帮我找一下后人吗？我这儿有他的照片。这个没有问题的，老先生。如果你没有后人，我们可以送你去养老院，给你无保护的福利。这倒不用了。此时柳飞烟递来一张纸条，柳飞烟此时把话全都摊开，他并没有狠心斩断二人关系，意思日后叶枫可为他的师长。其实两人网聊时谈的都是正儿八经学术方面的问题，从未有过什么暧昧的表态。叶枫起初也未往这上头想，不过柳飞烟的确容貌美丽，这般可人的温婉动人模样，倒把他当年的姨太太都比下去了。那老先生您且在此等候消息，若后人当真寻不到踪迹下落，我就担起责任来给您养老送终。叶枫面带笑意，只轻轻点了点头，并未开口再多说旁的一句话。很快约莫过了有半个小时光景，王警官带来了最新的查找结果。老先生，这边给你找到后人了。闻言，叶枫两眼骤然放射出亮光，看来叶家后人还是给自己延续了。算起来，对方应该是您曾孙辈的。说罢，王警官便伸手拿起桌上电话，开始拨通那魔都本地的座机号。叶雨薇女士，你好，情况很复杂，你听了后不要说我们是骗子。这里有个老先生，已经120多岁高龄，但是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来说，你应该是他的孙女，你过来看看吧，认认亲。叶雨薇还在电话那头暗自纳闷，身边另一个女生此刻想了起来，这个不好处理，隔着3、4代亲子鉴定也不见得有结果。不管如何，你们还是来一趟吧。而且老爷子这也不容易，在山里一个人过了几十年，一把年纪了，还想着找后人。好吧。等到挂了电话，王小小便来质问：雨薇，你真要去啊？如果是真的话，那就弄过来一个老祖宗。你现在在魔都就一个50平米的房，这可是你以后结婚用的，不是不让你孝敬老祖宗，而是没实力呀。王小小乃是叶雨薇同窗的同学，给你分析一下哈。首先不认亲，这样官方会养着，你自己也可以时不时去养老院看望老人，对吧？你说的虽然有道理，但是觉得老祖宗能活着很不容易，还是去看看吧。大概过了15分钟左右的功夫，叶雨薇顺利抵达了魔都的分局。王警官将目光投向了眼前的女孩，这姑娘长得倒是真十分标致。老先生，你亲自和她说吧。叶雨薇此刻也注意到了这老者，这位白发苍苍、年岁极高的老人。你就是我的曾祖。叶枫取出一张相片放在了桌面上。是的，这张是我与你爷爷叶财山的合照，他是大约1930年生人，不会错的。叶雨薇也凑近仔细地端详了起来，这相片上的人的确是他爷爷叶财山。财山这小子有没有留下家谱啥的？你可以看看，肯定有我的名字。叶雨薇闻言，当即愣在原地发起呆。家谱这东西说起来家里的确有传，但现在一时间还真不知放在何处。但他依稀记得自己曾祖父的名讳叶枫2字。正当叶雨薇脑海之中思绪乱飞时，叶枫见他迟迟没有表态做出回应，轻轻哼了哼便说道：如果你觉得我是累赘，那我可以自己养自己。王警官在一旁插嘴进来说了句话：老先生，你都这个岁数，如何养活你自己啊？我在银行有存款呢。不是吧，老爷子，你银行还有存款啊？有多少？60亿，还不够养活我自己吗？ 60亿啊，怕不是民国时期的60亿吧？不是，
就是大夏这个朝代叫大夏人民银行。怎么样，这就是我当初存钱的凭证。小伙，你看这样的存单还能取出钱来吗？的确是大夏人民银行，我觉得应该是能取出来的，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说不定还能翻几倍。叶雨薇女士，你这真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哼，那姑娘，你就陪我去趟银行走一遭吧。老祖叫我雨薇就好啦，不必这般见外。他并非是因为这笔钱财而改口叫老祖，若他真是那样势利的为人处事的话，一开始便听了同学劝告，不会来相认。两个人很快离开了警察局的那扇门，叶雨薇带着叶枫步行往银行方向去。毕竟人民银行这招牌几乎到处都是。几分钟的功夫，两个人便已走至同街，挑选了一家门面较大的银行，准备取钱。曾祖，您先在这里坐着歇歇脚，等一等，我过去帮您排个号，取个凭证条子来。叶雨薇将叶枫安顿在银行休息室中，她也发现此刻叶枫正好奇地打量着这银行里一切对他来说陌生的东西。叶雨薇柔声询问道：“您有那50个亿，我们打算先从里头取出来多少用度？先取几个亿出来安置一下家产用吧。好吧，几个亿我想应当足够花用了。”叶雨薇其实心中正激动得砰砰直跳，但脸上没有表现出分毫，怕老祖认为自己为人太势利眼，毕竟这可是50亿，而且属于自家曾祖，换做任何人到此，心里头若是没有一丝波澜，那才叫奇怪了呢。10几分钟的时间悄然过去，叶雨薇排到了号，来到柜台窗口办事，对里头那位中年女柜员开口说道：“您好，请您帮忙看看这个东西能取钱用吗？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还真没见过呢。这是以前存钱用的凭证，那个时候的话，人们把它叫做存单。存单吗？这东西啊？”中年柜员迅速将其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东西打开来是2页的折子模样，左边一页印的是一些注意事项说明，右边那页则盖着红色的印章戳子，而且标志的确写的是大夏人民银行，额度那一栏上赫然印刷着50个亿。对不起，您有存折或者咱们的农行卡吗？您拿的这个东西，我们无法给您兑换的。柜员完全看不懂上头写的是什么意思，所以只能直截了当告诉对方取不了钱。你这东西到底是真是假，我们没法断定。万一是从什么古玩市场里头淘来的货，难道我们也得给你兑现不成？你讲讲理，那你找个懂的人来看看，这东西肯定是真的，不会有假。警察局里的同志都已经看过确认过了。行吧行吧，那你且在这儿稍微等一等吧。柜员走到银行后头办公室里，找到行长时，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大致说了一遍给他。行长陈航沉吟着问道：“客户是否拿错了？这玩意儿可是70年前的老存款单了。”我问过了，客户那边说没有拿错，就是来取钱的。这样吧，小张，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出面处理解决好了。好的。柜员听他这么说也松了一口气，紧接着陈航便来到了叶枫二人跟前。老先生呀，您这样的存单都是70来年前的，难不成是不小心拿错了东西，自己没有察觉？叶枫语气平淡地说道：“没有拿错东西的，如果能取，那就赶紧将钱给我取出来吧，我需要一些钱财去置办房产和家具用。”陈航脸上带着歉意，开口解释道：“抱歉了，大爷，这个钱我们这边实在是给您兑现不了的。”你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雨薇之前说过，当初存钱的是大夏人民银行，今也是这个单位，怎么就取不了了呢？如何就取不出来了呢？陈航耐着性子解释道：“大爷，您先别着急上火，现如今的经济状况跟50年代初期那会儿完全是不一样的两码事儿，不可同日而语啊。如今您的这张存单放到现在的经济环境里，根本就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和购买力可闻。如果您非要取这笔钱，我们只能给您兑50万。50万？这不对啊！这里头存的可是足足50个亿的数目呀！现在您告诉我只能给兑现出50万块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结果是上面和我们反复商量后定下来。50年代大夏朝初期，国家正是百废待兴，那个时期的物价飞涨得厉害，钞票不值钱。后来经形势稳定下来，各方面步入正轨，第一套大夏币兑换第二套大夏币的比率来到了1万比1，也即是3万元第一套大夏币才能兑换1元第二套大夏币。叶雨薇难以置信地说道：“照这么个算法来看，那么50个亿兑换下来不过15万左右啊！”是的，15万放到现在这个年代来算价值，再把这么多年的综合利息合计进去算算，翻上个3倍左右，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数了。50万也行吧，反正都这个样子了，认了，应当能在魔都置办下一套好的房产住所。叶枫倒没有接受不了这个最终的结果，钱财这种东西对自己来说没太多意义。陈航抬眼看了看叶枫，没有再说什么话。叶雨薇也觉得一阵无语，不知该说些什么。如今的魔都这地方50万还想要买房，买个卫生间都还嫌他地方太过拥挤的。不过叶雨薇心里头倒也没有感到失望，更没有生出什么烦恼的心思来添堵。陪着老祖办理了新时代的龙行卡之后，还是恭恭敬敬地拉着叶枫离开了银行。至于新时代所用的那张个人身份证件，刚才在局里的时候已经顺利办理下来。叶雨薇首先做的便是带着叶枫老爷子去购买了几套合身的替换衣裳行头，还有一部价值2000多块的国产手机。这些花销都是他自己掏腰包出的钱，并没有动用叶枫龙行卡里那50万。
这让叶枫看在眼里，觉得十分之欣慰。叶雨薇总算是带着叶枫老爷子本人回到了自己所居住的那套公寓住房。刚一进门，叶枫便忍不住吐槽了起来：“你平日里就住在这个地方的吗？”老祖宗，您可知道这儿可是魔都啊，寸土寸金的地方，而且还是处于闹市区的繁华地带，能住在这里已经是很不错的条件了。叶枫依旧继续吐槽：“这地方太小了，还没有当初我家里头的厨房面积大。”想起来当初自己住过的那处地方啊，那可是一座老大的四合院宅邸，比这里要大上10倍都不止的规模，而且还有假山园林水池之类的景致。叶雨薇没好气地回了他一句，说道：“这里的50平米能买几10个村里的厨房呢？”晚上，叶枫就在叶雨薇的公寓里用了晚饭。叶枫的脸上自始至终全都挂满了笑意，可能这便是如今自己唯一的念想和希望。修仙的道路早就已经彻底断了，无路可走。他心里头现在唯一惦念的就是亲人团聚，而且亲人也并没有因为自己年老体衰就表露出嫌弃的意思，这让叶枫非常欣慰。这地方实在是太小了，住着有些憋屈。我在京城倒是有那么几套老四合院，就是辫子皇帝赐下来的，应当也不算数了，不然就能带你过去住敞亮的大房子了。叶枫满是遗憾地说着话，还伸手从怀里摸出来几张泛了黄的老旧地契文书来。那地契上头有一张写的到底是什么啊？宣统皇帝刚刚登基那会儿出具的残单。那存单都是大夏朝初期的时候，折算成了几万倍的数目。你这辫子皇帝时期的东西，那便更加不作数，没有用了。那么当初钱庄里存黄银子的旧银票也不奏效。若是有现成的白银留存下来，那还有用处。银票这种东西就算了吧，不要惦记它了。叶枫张开嘴想说点什么，最终还是闭上了。银元宝和金元宝这些值钱的好东西啊，他全都留下来给了杨松那个臭小子了。那小子又哪里能想到会有今天这局面？要是能提早预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我直接就囤他几大箱子黄金存下来。别说叶枫感到遗憾，叶雨薇心里头更遗憾。这一天天的经历大起大落，让他非常无语。一开始还认为自己的老祖宗有50个亿，然后这笔巨款瞬间缩水变成了50万块。老祖宗，您今晚就住我的这间卧室里吧。今天我先去外头打地铺凑合一宿便是，等到了明天我再出去看一看，找一找，租一个面积大一点的房子，咱们搬过去。您放心，那50万您自己留着傍身用，您日常的生活用度花销我来安排就是。叶雨薇内心十分坚定，对于他自己来说，自己的老祖宗能活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父母以前没有机会在身边尽孝赡养过，那就由自己来弥补这份心中的遗憾吧。而且小时候也听爷爷在世时提起过，若有机会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老祖宗，也听得出来爷爷对老祖宗是很敬佩的。那好吧，有个曾孙女在身边真是好啊。叶枫脸上挂上了和蔼可亲的笑容来，拄着拐杖便慢慢悠悠走进了卧室去世。虽然这拐杖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用处，但是为了掩人耳目，不引起旁人注意，这样佯装一下老态龙钟的样子也好。叶雨薇正在低头查看着租房的讯息，但看了一会儿也没有看到恰当合意的，就开始给自己的闺蜜发送消息诉苦。告诉你一个事情，你可不要太惊讶，我找到我家那位曾祖父大人了。不过我现在需要处理的事情有很多。柳飞烟眉头微微皱了皱，她今天倒是和一个老大爷闹了乌龙，而且对方是位100多岁的老大爷。不过他倒也没有往那个方向想一块去，回复消息说：“那你直接过来我家别墅吧，反正我一个人住那么大的地方也住不下，毕竟不是我一个人过来，要带人一起，我要带上我家老祖宗一起过去叨扰，这有什么要紧的？以咱们俩的关系，就不要见外了。你的亲人过来住一阵，我也可以帮忙一起照看照看他老人家。而且按照你家老祖宗的这个年岁年纪，肯定是不习惯乘坐电梯上下出入的，更不习惯爬那陡峭的楼梯上上下下，所以那些老小区没有电梯根本不行，而新建的小区有电梯，他坐着头晕也不行。别墅是最好最合适的选择，我这正好有。”柳飞烟心里头很清楚，明白得很透彻，很多老年人一坐电梯就头晕目眩犯恶心。叶雨薇想了想，觉得他说的在理有道理，回复消息说：“那我可就不跟你瞎客气了，到时候按月算租金给你送过去，分文不少。”去你的，让你来就赶紧过来就是了，别再废话了。他可是跟叶雨薇亲口说过，自己心里头对那个00后网友感觉很好，如果可以的话，想要和对方在一起一辈子。但是闹到最后，你猜怎么着？真笑死人！120岁的00后老人家，你敢信吗？叶雨薇发消息打趣了起来，逗他玩笑：“你今天不是去见了那位白马王子吗？是不是和你想的完全一样？一表人才，又帅气又儒雅，让人一看就心生欢喜。”柳飞烟一想到这个事情就苦恼不已。柳飞烟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别提了，有空我再和你细说这件事情吧。真是让人无语的很，憋了一肚子的话。莫不是那个人长得不好看，让人失望？如果那位老爷子能年轻上个许多岁，那肯定是很帅气的模样，毋庸置疑的。好了，不说了，咱们先聊到这儿，打住吧。明天你带着老爷子过来我这里便是。等到了第二天清晨天光大亮的时候，
叶雨薇带着叶枫来到了郊区的别墅，很快一个身材完美的少女迎了出来，可她的表情很快从高兴变为迷惑不解，这让叶雨薇心里头觉得有些意外了。飞烟，你怎么了？见到我们很奇怪吗？柳飞烟死死盯着叶枫老先生的脸看。叶老先生，您怎么也跟着过来了呢？看着两女惊诧万分的目光和神情，叶枫无奈之下只能开口解释两句。这个姑娘为人不错，心地很是善良，我来魔都之前和她有些渊源牵扯。叶枫解释的十分简单，三言两语带过，多年来的高位者身份让他养成了解释什么事情都不会那么复杂的习惯。这时候柳飞烟知道事情是瞒不住了，只好红着脸将实情坦白了出来交代。我的那个网恋对象就是叶老先生啊。叶雨薇先是愣了愣，整个人呆在原地，然后直接放声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柳飞呀，你可真是要笑死我了！你心心念念的那个网络聊天的网友，还曾经亲口说要和人家厮守终生的人，居然是我的老祖宗，这缘分也太绝了吧！我没说过那样的话，你不要瞎讲乱传。柳飞烟开始不承认了起来，矢口否认这件事说出去实在太丢人现眼。没事没事，不打紧的，这有什么要紧？身高从来不是问题，不必放在心上。年龄向来不是差距，不要在意这些。以后你的辈分可比我要大多了呀！老祖乃在上，受晚辈一拜，您可好啊？柳飞烟羞得满脸通红，恨不得找地缝钻，只好赶紧带着他们去看房间安顿下来。叶枫表示万分感谢真心实意的道谢，因为他昨天听自己曾孙女亲口说起，柳飞烟对雨薇一向非常照顾有加。其实柳飞烟的同学也是公司老板。柳飞烟连忙摆手说：“不用这般客气，我和雨薇是很好的朋友啊。以后老先生既然入住到我这里来，此间许多学术上的疑难问题困惑，我都可以随时向您请教问个明白。学校里的教授都是研究历史文本，而您老人家可是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柳飞烟现在唯一喜欢叶枫的原因所在，那就是对方对于本国历史的深入了解。至于男女之间的情愫那层暧昧关系，当知道对方已经120岁高龄后，早就烟消云散，消失的无影无踪去了。虽然人心到底是肉长的人非草木，好歹也有过1个月时间的学术交流，但你要让一个正值花季的妙龄少女去喜欢一个120岁的老者，的确是有点离了个天大的谱啊。叶枫一本正经的点了点头，回应道：“没问题，民国清末这一段我熟悉的很，你可以问我。”将叶枫安顿好之后，叶雨薇便准备开启直播，开始今天的赚钱工作生计。可叶枫却没有待在房间里看风景的想法，打算出去和雨薇多相处一下，待在一处。他仔细打量着周围房屋的装潢和摆设，忍不住感叹：如今这个时代真是好啊，日子比起从前真是好过了不知多少倍。叶雨薇今天并没有选择在室内直播，而是将直播的地点定在了户外进行。叶枫只好朝着别墅外面漫步走去，在别墅的外面有一处小型篮球场，叶雨薇已经在篮筐下放好了一个手机，还有用来固定手机的拍摄用的支架。叶雨薇的直播内容向来是十分驳杂，有时候是打打篮球活动一下筋骨，有时候是跑跑步做户外的运动。如果是在户外直播的话，那就随意些，给大家讲一讲笑话逗大伙一乐，唠一唠家常，课打打游戏消磨时间。今天的他没有换上专业的篮球服装，仅仅是穿过来的那一套普通的衣服，因为时间上来不及，只能将就一下。各位看官老爷们，听我解释一句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对不住大家伙了。昨天有点事情需要搬家，忙了一天，就割了大家。今天一定给补齐时长。直播间里的众人看到他的直播背景，忍不住惊叹起来，真是豪横的很啊！住在一栋带篮球场的别墅里头啊，怪不得昨天割了我没有开播呢，原来是赚了大钱换了别墅住了。看到网友们在屏幕上发的弹幕，叶雨薇一边运着篮球一边解释：家人们可千万不要误会我啦，这栋别墅可是我家老板的别墅啊，也就是我们工作的那位老板呀，大家也是认识他的，魔都本地人，魔都的小富婆，千金大小姐一个，我是被他给养了而已，寄人篱下呀。就在这个时候，直播间里的人注意到篮球场的边上竟然站着一位老头，这让大伙全都绷不住笑了出来。莫非养你的正是这位老爷子吗？还说是你的老板，这下可好看了吧？这下子人设崩塌了吧？装不下去了吧？叶雨薇也转身朝后头看了过去，原来是老祖宗从房间里头出来了，可能是因为房间里头不好玩待不住，所以出来看看自己打篮球消遣一下。叶枫站的位置正好是放篮球的箱子，那里头还放着7、8个备用的篮球。打住吧各位，求求你们别乱说了。叶雨薇放下手中的篮球，站起身来，做出一个抱拳乞求的动作，连连讨饶。那可是我家老祖宗，亲的不能再亲，100多岁的老人家，你们敢信吗？我搬家就是因为老祖宗来找我了，以前的房子实在是太小，住不下呀。话刚说完之间，大家便听到头顶唰的一声，那是篮球空心入网的声音。结合这样干脆利落的入网动静，再看到叶枫拿起篮球随便那么一抛，一下子直播间里的人全部炸了锅。刚才那难道是老爷子投进去的吗？这怕不是事先安排好的剧本吧？叶雨薇也是惊得呆住了，完全没想到这么远的距离，就算是 NBA 赛场上也不是随便就能投得进去的。还没等大家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叶枫再次拿
拿起篮球，又是轻轻一抛，唰的一声，篮球再次空心穿过篮网。这次镜头可是全都记录下来了。直播间里的弹幕飘个不停，刷的飞起。这肯定是一个篮球高手伪装成老人的，哪有老头子能这么厉害的，绝无可能。而叶枫只是学着叶雨薇的动作投篮，连续2个都投进去，也觉得没多大意思，就没有再继续投下去收手。站在一边，叶雨薇忍不住开口问道：老祖宗啊，您老人家之前是不是打过篮球呀？没有打过，这东西我从未碰过，我只是随便那么一扔罢了，无心之举。没想到这么简单就能投进筐里去。对了，孙女儿，你刚才是在和谁说话呢？老祖宗，我这正开着直播对着镜头呢。对于直播这新鲜事物，叶枫一脸茫然。听了雨薇的解释之后，他才明白过来，原来这可以让很多人实时看到镜头里的一切。就在这时候，柳飞烟从别墅里出来喊道：我看你带来的很多老照片我都看了，需要我给你把它们裱起来挂在墙上吗？那些玩意儿倒是不用了，不必费那个心，全都扔了吧。反正留着也没什么用处，都是一些和雨薇爷爷奶奶的老照片，那个和我合照的辫子皇帝的照片啊，也给我烧了吧，烧了干净，一了百了。我本指望着留着他们的这些照片，能证明一下那些四合院是他们送的，但雨薇说以前的地契已经不奏效了，留着也没用了，我还留着它做什么呢？这下子直播间里的人再次炸开了锅，什么和辫子皇帝的合照老照片吗？还有老北京四合院的地契文书吗？这老爷子怕不是在吹牛皮说大话吧？柳飞烟肯定不会把那些照片烧掉的。他虽然没能够认出来照片里的人和老爷子合照的那些究竟都是谁，但里头有很多都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总归是有纪念意义和研究价值的。叶雨薇见老祖对篮球失去了兴趣，最终也只能作罢，不再强求他什么，回到别墅里头开启了户内直播，也就是开上一把游戏随便玩玩。而另外一边的叶枫闲来无事可做，见叶雨薇把手机给放了下来，人坐在了四四方方的电脑屏幕面前，他以为这是叶雨薇的直播结束了。叶枫现在只晓得手机可以开直播，别的东西他是一概不知，摸不着头脑。叶枫想要上楼去自己的房间里头，但是看了看那别墅里头盘旋的楼梯，明明只是几米高的落差罢了，为什么要设计如此长的楼梯呢？简直就是麻烦多此一举的构造。所以叶枫干脆双脚轻轻一蹬到，直接就跃上了2楼的高度去，然后伸手抓住栏杆，借力一翻，翻越到了2楼的走廊过道里头。看着直播间里疯狂的弹幕和礼物，叶雨薇以为是大家在跟他恶作剧，可他照着粉丝们提出的要求去做。打开直播回放看了之后，整个人彻底绷不住了，完全傻在了原地。别墅正厅背后站着的叶枫老爷子，只是抬头看了一眼2楼的方向而已，然后一脚踩上沙发，借力飞身上去，直接就飞去了2楼的高度，稳稳落地，一套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丝毫停顿，非常丝滑顺畅的，如同电影特效一般，哪怕是平时一句粗口也不爆的。叶雨薇此刻也直接没有能够忍住，脱口而出了一句经典的国粹：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主播快回头看一看你的身后啊，你家老祖宗他过来了，就在后头。叶雨薇条件反射般的看向了身后，老爷子正站在2楼的走廊过道里。不过叶枫根本就不知道会有那么多人，会有那么多网友正隔着屏幕看着他，因为叶枫只知道手机可以用来直播，可以让很多人看见，这一层他是懂的。这一次他依旧懒得走那阶梯很多的盘旋楼梯，觉得那纯粹是浪费时间，直接从2楼翻越栏杆，纵身一跃而下。这潇洒至极的单手翻越栏杆的动作，可谓比电影里的龙叔还要精彩3分。瞬间直播间里再次又炸了锅了，这么高的高度直接就这么跳下来了，老爷子看起来就不是寻常的人了，甚至惯性都好像没在叶枫身上发生。一般人从这样高的地方跳下来，膝盖总归是要弯曲一下作为缓冲吧，而他只是稍微低了一下头而已啊。当叶枫抬起头来的时候，只看见叶雨薇正一脸呆机的看着自己，他这才意识到似乎自己不该用这惊世骇俗的方式从上面下到楼下来，一时间完全就是大眼瞪着小眼。叶雨薇现在的脑海里头思绪乱飞，他想起来当初自己父亲说过的，还有爷爷在世时曾经讲过的话，自己的曾祖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具体来说就是那种世外高人般的存在。叶雨薇想起来了网上非常红的一位道长，叫做陈师傅的，也是这般身手的，也是从城墙上3步就直接跳江下来。此时叶枫率先打破了这尴尬的沉默，手放在嘴边，装作柔弱的咳嗽了一声：我还是老了，不中用了，力不从心了，没有当初那么顺手了，真是惭愧呀。这样的老态看起来才更接近自己这个年纪该有的状态样子，咳嗽才是正常老人该有的模样嘛。但叶雨薇完全被他这不自然的演技搞得一头黑线，哭笑不得，无言以对。叶雨薇此时忍不住开口问道：老祖宗啊，您以前到底是干嘛的呀？莫非是练杂技的杂技演员出身？叶枫笑了笑说道：我以前什么都做过一些，有一次有人让我去做皇帝坐龙椅，我没答应，给
推辞掉了，其他都还好。直播间里的众人再次绷不住了，除了做皇帝这一桩没有答应之外，其他事情都做过了一遍。我的天啊，难道这就是王侯将相都当过的主？历史上好像就只有韩信一个人了吧？不过就在这时候，2楼传来声音。2楼的柳飞烟问道：“雨薇，你在吗？你今天直播了什么内容？我看看。我刚看了眼后台的数据情况，直播间里头很分腾，人气高得很。”叶雨薇看了眼前的叶枫一眼之后，有些哭笑不得地对柳飞烟说道：“你就没有看到刚才发生的事情吗？老祖宗怎么上到2楼去的？怎么上来的？难道不是爬楼梯吗？难不成他还能飞上来不成？见鬼！他还真是飞上去的，千真万确啊！赶紧忙你的去吧，别在这儿添乱了。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无聊得很。”柳飞烟哼哼着说道，认为叶雨薇是在故意搞直播间气氛。叶雨薇一下子被柳飞烟的话噎住了，说不出话来，张口结舌，不知如何解释自己一本正经的样子是在讲笑话吗？叶雨薇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后的屏幕，网友们已经把刚才那一幕给记录下来。她坐在电脑面前，看到此时直播间的弹幕如同雪花一般大小的密密麻麻铺天盖地，打赏的礼物也是不断接连不停歇，从一开始的120万人气来到了300多万，这样的数据表现几乎是在逼近一线大主播的数据了，势头非常猛。叶雨薇的直播间也顶到了官方的首位，后续进来看热闹的人会越来越多的。谢谢大家的礼物，我都看到了，谢谢。我家老祖宗不懂什么是直播啊，也不了解直播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也知道大家这些礼物都是刷给老祖宗的，我就替他老人家给大家说一声谢谢啦，承蒙各位厚爱啦。我要下播了，今天就先到这里吧。说完，叶雨薇便关闭了直播间下线了。这个时候，柳飞烟见叶雨薇下播了，便走了过来，一边打开评论区页面，一边笑着说：“这帮人还在疯狂刷弹幕呢。对了，今天前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老爷子都做了什么让你们这么兴奋？这收益可以啊，数据很是不错嘛，人气和关注人数新增都相当不错。要是能保持住这个好的势头下去，说不定能和平台争取更好的条件。”叶雨薇坐在沙发上，看向柳飞烟问道：“你真没有看刚才的直播回放吗？差点忘记了，你不提醒我还想不起来。那我现在就看看回放补一下课。真飞了！”叶雨薇没有奇怪柳飞烟这么大的反应，太不可思议了吧！直接从1楼就上去了2楼的高度。今天我自己也彻底傻眼了呢。第二天，柳飞烟也没有让自己闲着，他来到了自己的工会工作室里头，开始和团队的核心成员开展会议。这一次，叶雨薇很显然能借着老祖宗，让他的直播事业迎来一次回光返照。这对于柳飞烟或者叶雨薇来说是非常来之不易的一次绝好机会，所以必须利用好这次难得的机会。毕竟在这互联网的世界里头，流量这东西不可能一直都在身上。比如说，一个人因为某件事火了，那么可能只是那么一小段时间而已。如果你能够抓住这波流量的话，那么恭喜你，你就起飞了，青云直上。如果不能抓住，那流量转瞬即逝，那么机会很快就没有了，稍纵即逝。虽然叶雨薇以前算是2线的主播，但已经是柳飞烟的工会里最强的主播了。他心里头想要把叶雨薇给往上推到1线直播的那个位置上面去。这次重要的会议核心议题自然是围绕叶雨薇和老祖宗来制定一系列的运营工作方案和计划，素材我都已经准备好了现成的。我需要接下来大家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或者网页新闻上面去进行推广宣传。柳飞烟坐在会议室的中心位置上，开口说道：“我们重点推的就是雨薇的曾祖父。刘总，我觉得短视频网站就没必要去推广了。你现在打开短视频什么的，一眼就能看见，到处都是那个老爷子飞上2楼的视频片段。我们再怎么宣传也宣传不出来这样的效果。”是啊，我今天一直在刷，一直都有看到。我们重点推一下网页和新闻网站吧。柳飞烟大喜过望地说道。看来这些网友是真的被叶枫给震惊到了，很喜欢老爷子，不然怎么会自愿去帮忙宣传，热度还不低。雨薇的曾祖这些绝活太亮眼了，而且也太匪夷所思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敢说雨薇的直播间肯定要火的。难能可贵的是，这个老爷子特别好玩，也特别幽默，说话做事很有意思，在接下来的直播里头肯定节目效果拉满。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叶雨薇就算是一头猪，应该都要起飞了，拦都拦不住的那一种。不过很快，柳飞烟的手机来了电话响起，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之后，脸色……你们继续讨论，我先出去接一个电话。说完，柳飞烟拿着手机走出了这个会议室。不会是刘总的父亲不让继续玩下去了吧？这段时间经常看见他哥哥来公司里头，两个人还在那儿吵架，闹得不太愉快，主要是做直播工会这样的事情营生。在刘总的父亲和哥哥两个人看来，那都是不入流的小打小闹，上不了台面。也不知道刘总这样历史大学的高材生，怎么就偏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行业。刘总是大家闺秀出身，名门望族的，算起来直播行业也的确是比较不入流的行当，里头的从业者也是良莠不齐的，所以他家人有所担心也正常。做直播接触到的人里头很复杂，品质真的不是那么高。不相信的话，你去看看很多红起来的主播，为什么突然之间就疯掉了？不就是突然有钱了，人太膨胀了吗？因为他们本身的品质就不怎么样啊。毕竟德才兼备，两者缺一不可，才是一直能够存活下去的根本所在。我觉得吧，资本这东西都是逐利的，只要我们帮刘总把直播行业做起来，一样可以获得他家里人的认可的。
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玩出来很高的水平，还是我们赚的钱不够多，不够有说服力。叶雨薇也在边上听着大家的议论声，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说话，保持沉默。其实她心里头知道柳飞烟的坚持是为了自己这个好朋友。叶雨薇听了好一会儿大家的议论，干脆起身推开门去找柳飞烟去了。是柳叔叔打来的电话给你吗？是我哥哥打过来的，不是父亲本人，不过都差不多，是专门来传口谕的。其实我早就想过要转行做别的了，毕竟我们这一行到底什么情况啊，你和我都清楚。但是既然我们不愿意顺从这行业的规则，被淘汰掉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没什么可说。可是我觉得现在我们有了老爷子在了，就像今天你也没有擦边什么的吧，依旧火起来了，依旧有人心甘情愿刷礼物，是吧？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工会的机会，不容错过的好时机。可是刘董事长那边该怎么去交代呢？先不管那么多，走一步看一步再说吧，反正我已经不是任性1、2次的人了。先走着看吧，咱们好不容易有了机会，机会千万不要错过，错过了追悔莫及。而且我还答应了要给老祖宗养老送终。给老祖宗养老？叶雨薇愣了起来，柳飞烟笑着解释道：是啊，但是一切的前提是他找不到后人。虽然现在的确找到了，但是你也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啊。虽然现在叶雨薇看起来收入很高，但是说实话，那只是一时间的运气。直播行业里头的门道懂的都懂，没有那么稳当的事情，变化太快。咱们先围绕老祖宗做一个户外直播，要是能够成功的话，打响第一炮，我们可以打造一个超一流的主播出来。而且老祖宗可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书，在直播间里不需要他做那些危险的事情，只要让他说说那些清末民国的事情，咱们的直播也能搞起来好吗？你想想，像是老祖宗这个年纪的老人家，大多数已经脑子有点不太好使了，表达能力也有限。而咱们老祖宗呢，不仅仅表达能力不错，而且耳朵好使，眼睛也好使，不下年轻人，真的来之不易好吗？你仔细想想看，更关键的在于老祖宗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非常强，学习能力也是一流的好。而魔都的这一栋别墅里头，另一边，柳飞烟的父亲柳建国询问长子柳月河：飞烟那边你到底说了没有？他那个破工会到底舍不舍得关掉呢？该说的都说了呀，不过没说上2句，对方就挂了我的电话。这个丫头真是不让人省心，净添乱。前不久搞什么网恋，还跑去见面，最终见了个老头，闹了个大笑话。而现在让他关闭破工会还不乐意，他到底要干嘛呢？到底想干什么？那个父亲，忘记告诉您了。什么事情？其实那个老爷子的孙女是叶雨薇，也就是飞仙的那个好闺蜜好姐妹，您是知道她的。现在那个叶雨薇已经带着那个老爷子入住了飞仙的别墅里头去了，一同住着。什么？还有这样的事情？简直荒唐透顶！就算是坐在一边对这事情没太关心的柳晴也着急了起来，坐不住了。她倒是很佛系，向来是什么都不争，对于女儿做什么她不是很关心在意的，毕竟他们家已经很有钱了，家境殷实，女儿只要不去乱搞，做什么由她去吧。可这一提到那个老头，柳晴就有点担心，两个人本身就牵着一层网恋的关系了，是吧？现如今还住在了一栋别墅里头，虽然两个人年纪相差巨大，差了100岁，但是其实叶枫的皮肤没那么糟糕难看，根本没有老年斑和皱纹保养的极好，万一自己女儿把持不住可咋办啊？所以柳晴担心了起来，越发焦虑。柳建国冷哼了一声，不置可否的态度。至于柳晴的担心，柳建国倒是不在意，主要是想女儿别搞这些不务正业的事情。别墅中，叶雨薇和柳飞烟已经回到了家中。当打开直播间的那一瞬间，按下按钮，叶雨薇就被在线的人数吓了一大跳，已经有300多万的人等待在这里。但想来也不奇怪，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老爷子的视频非常火爆，传疯了。叶雨薇打开了摄像头，对准了自己，弹幕可谓是热闹非凡，如同赶集一般。秘密大家好呀！过来眼花缭乱的，大部分都是在求老爷子出镜录里。随着弹幕的一阵欢呼声刷屏而过，叶雨薇转头朝身后方向看了过去。叶枫此时已经出现在了大厅里头，他听到了雨薇回家的声音和动静，就走出房门来，看看他看一眼。本来又想要偷懒走个捷径下去，但是被叶雨薇看了一眼之后，我没想翻栏杆，其实就看看这栏杆的质量如何。乖孙啊，以后咱们的房子也这样设计好了。然后方便你跳下来吗？方便你表演吗？叶雨薇翻了翻白眼，没好气的看着他。昨天叶雨薇就和老爷子亲口说过，虽然知道老爷子很牛，本事很大，但是这样的危险动作还是少表演为好。要表演的话，也要提前跟他打个招呼。叶雨薇会寻来垫子和护具做好防护，避免出现什么意外，磕着碰着伤着。所以说，当叶枫看到叶雨薇看到他了后，就停止了翻越的动作，收了手站在那儿。有的老人对儿子可以说是稳吃拿捏得住，但是对孙子或者曾孙那就不一样了。与其说是害怕，还不如说是珍惜疼爱。这句话倒是没错，说到了点子上面。很多老人不是怕孙子怕孙女儿啊，而是宠爱珍惜才会百般顺从听话。比如说叶枫，他就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修真之路断了，无法再进一步，剩下的就是这些亲人了，血脉至亲。他还是比较珍惜叶雨薇这个曾孙女的。就在这个时候，别墅大厅的门被人推开了，叶雨薇的脸色立马就变了。她认得这些人，这不就是柳飞烟的父亲和哥哥2个人吗？叶雨薇哪里还顾得上直播这回事啊？赶紧跑过去打招呼。叶雨薇朝着楼上喊了一声：“快下来！
柳叔叔来了！而站在走廊上的叶枫看了看这几个人，一个个都像是不速之客，来者不善的样子，直接一跃来到了曾孙女的面前，稳稳落地。这一跳直接让柳建国身边的几个保镖，那些彪形大汉全都吓了一大跳，惊住了。他们不断的看了看那2楼的高度落差，然后再看向叶枫的年纪和满头白发，眼睛都快眯没有了，满满都是困惑。叶枫平稳落地之后，整个人身上的气势就突然之间提升了起来。他单手撑着拐杖，目光冷冷的扫过去，冷凌凌的看着面前这几个不速之客。就这么一眼看过去，不知为何缘故，就让柳建国有一种灵魂都被人穿透的感觉，让他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脊背发凉。是我的错觉吗？我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很明显，老爷子那佝偻的身躯，一旦站起身来，还真有点人挡杀的味。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杀气吗？叶枫瞥了一眼后，发现叶雨薇在和他们打招呼，也就没有继续发难，收起了那凌厉的气势，转身沉稳地走向了沙发，缓步而行。叶枫往那沙发上一坐，稳稳当当的，拐杖放在双腿中间，双手交叠而握，静静的就这么看着柳建国等一干人。柳建国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儿子柳月河，叶雨薇开口介绍道：“这是我曾祖父大人。”叶雨薇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着说道：“老人家需要人照顾，所以我就带过来一起住。这2天我们会抓紧找房子的，等找到合适的房子就搬出去，不打扰了。”柳建国看向叶雨薇，语气缓和了几分：“倒是不用搬走，你既然是飞烟的好朋友，那就住着吧。反正他一个人也住不完这整栋别墅，你平时多劝一下他，让他收收心。”放心吧，叔叔，我会的，好好劝劝他的。我去把飞烟喊下来。还是我去吧。柳月河说着就朝着楼上走去。雨薇，你也不用太紧张，放松一些。这里算起来也是我家，不用见外的。端茶倒水的事情交给下面的人去做。雨薇只好站在了一边。说起来道理，的确自己才是客人，人家才是主人啊。不过原本主人家的那个位置，现在正被叶枫给霸占着，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他双手撑在拐杖上头，神情淡然，一直冷眼看着柳建国，不发一言。柳建国完全被对方看得心里头发毛。他在那一瞬间之后，他还是移开了自己的目光。叶雨薇看出了问题，连忙上前说道：“老祖宗，要不您坐到这边来好不好？”有什么不安吗？坐在哪里不是坐呢？柳建国摆了摆手，没有在意这些事情。没有什么不安的，您坐着便是了。毕竟叶枫已经100多岁的年纪了，但是眼神里头依旧是有点不高兴的。看了看叶枫，也没有再多说什么了。这会儿茶水已经端上了桌摆好了。柳建国喝了几口茶，润了润喉咙。没多久，柳月河就自己下楼来了。妹妹她不肯下来，或许是不敢下来吧。真是混账东西！太不像话了，这丫头！柳建国说着，亲自朝着楼上走了去。别墅大厅里头只剩下柳家父亲带来那些个保镖，其中一个保镖拿起水果盘里的水果刀，就开始削起皮来。老先生是练过的吧？一看就是行家。叶枫沉默着，没有说话，没有搭理他。我们老板在魔都那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应该从叶雨薇对我们老板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一点，不用我多说。但是我不明白老爷子您刚才那个态度究竟是什么意思？坐在主人家的主位也就算了，还不打招呼，冷眼看着，这算怎么回事？再说您年纪大了，这也太没有礼貌了吧？削水果难道是为了吃水果而已吗？并不是，而是为了让说话更有威严气势。看到叶枫继续装聋作哑，不发一言，保镖的情绪也开始烦躁起来。削水果的动作停顿了一下，有了个间隙。这个举动没有逃过叶雨薇的眼睛。你也喝茶啊，这位小哥，消消气。我们老板虽然很大度，不跟人计较，但是我们保镖也有我们该做的事情。老爷子，您刚才不应该不给我们老板面子。作为他的保镖，我觉得我们应该交流一下。另一边，楼上走向柳飞烟房间的柳建国，刚到走廊上头，就被走廊上那些相框给吸引住了，全都是一些黑白照片，有的很模糊，但还是能看出来照片里的人。这些都是柳飞烟找人帮忙给叶枫裱起来的老照片，挂在走廊里做装饰。差不多整个走廊隔上半米左右的距离，就能看见一幅装裱好的黑白相片。这些相片都是跟不同的人物合照的，但是每一张照片里头都有一个相同的30、40岁的男子。那个男子不确定是多大年纪，有中年，但也有少太。老爸，您怎么了？您在看什么呢？这位应该是莱特兄弟2个人吧？当初造飞机的那一对兄弟是不是？还有辫子皇帝，这个我认得出来。这个是爱因斯坦那位大科学家。罗老，这一位看起来也有几分面熟，这个应该是当初天地会的掌门人吧？而此刻的柳建国呼吸则是越来越重。柳飞烟听到父亲和哥哥的声音后，还是主动走了出来，打开了房门。柳建国看到自己的闺女，你是从哪里弄来的这么多老照片？都是雨薇的老祖宗带过来的东西。他说这些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处，让我一把火烧掉。但我觉得还是裱起来更好一些，保存着。这些照片和雨薇的曾祖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吗？柳飞烟突然笑了起来。好像老爷子说过，照片里头那个男的是他年轻时候的照片。柳飞烟的说话口气里带着调侃的语气，毕竟照片里的那个30、40岁的男子到底是不是老爷子本人，这谁知道呢？毕竟现在的叶枫和照片里的人差距很大，而且这些照片里头那个男子都是处于中心位置，但凡3个人以上的合照，那么叶枫始终是在最中间的位置，更甚至于其他的人全都是站着陪衬，而那个男子却是坐下来的大大方方坐着。柳建国咽了咽口水，接下来他看到一张照片之后，整个人差点没有站稳脚跟，摔倒在地上，还是儿子柳月河在边上及时扶住了。您怎么了，老爸？您没事吧？脸色这么差。柳月河疑惑了起来，
这样的胡话，父亲也相信吗？那照片上的男子难道是70、80年前的叶枫？这根本不可能好吗？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月河啊，我们是魔都的本地人，当年上海滩的4大家族，那赫赫有名的也和咱们家有一些关联往来。你可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说着，柳建国朝着照片里头指了指方向。相片里一个年轻人一脸笑意地端着茶，跪在一个身穿等于灰色长袍的男子面前，那姿态恭恭敬敬，不敢怠慢。柳月河摇了摇头，笑道：“老爸，我历史不是那么好，您可就别考我了。他是谁啊？您告诉我吧。”他是过去的上海滩之王，杜月笙啊。